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大家好，我是你的整活导师 Tom。那么最近呢，有很多同学向我反映说，想要在年末的文艺汇演上表演一下我们阿信老师的水牛音加上大摆锤啊，但是呢总是不得要领，所以说今天就由我来教大家如何复刻我们阿信老师的名场面。OK， 那么我们在学习阿信老师的水牛音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啊他的这个咬字是如何运作的啊。我们都知道，阿信老师的咬字非常具有他的个人特色，对吧？我们就拿他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干杯来举例。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是不是感觉啊，他的每一个咬字之间都感觉特别的粘连？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倒退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倒退，对吧？很清晰的倒与退。那他的话呢，会是倒退啊，会不会？有没有 get 到这中间的这个区别啊？就是把你的这个浊音跟元音中间这个粘连的时长给它拉长。会不会有啊？有一天啊，时间真的能倒退？唱到我们这个歌曲里面了。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啊，那我唱的肯定稍微适当的夸张了一点啊。那我们真正表演的时候要往里收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学完我们阿信老师的咬字之后呢，就可以叠加上他的这种所谓的水牛音。有什么特点，对吧？一个是胸腔的气息非常的浑厚啊，再一个就是鼻腔共鸣非常强烈啊。那这两个特点也是跟我们阿信老师唱歌时的特点是非常一致的啊。那么我们普通人，我们可能鼻腔共鸣没有这么强烈，我们怎么快速的去找到这种感觉呢？啊，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就是直接捏住我们的鼻子啊，这样去唱歌。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怎么样？是不是更有感觉了啊？那么我们再加上它的这个浑厚的胸腔气息，时间真的能倒退，干一杯，会不会啊？会杯，它会在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啊，把胸腔里的所有气息给挤出去，有这种叹气的感觉。OK， 那么我们在学习完阿信老师的水牛音之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大摆锤的动作了啊。那么注意，在大摆锤一开始的时候呢，动作的起伏其实是比较小的，就是有一个轻微的把左手往后拉，然后有个小转身，然后再推出去啊，转身推出去，身体稍微有个重心的变化啊，然后慢慢的开始啊，左脚开始踮起。然后左手开始往回拉的幅度变大，然后往前伸得更远，啊，然后再逐渐变成左脚腾空，然后下去着地，然后再起身。这起身的时候要蹦一下啊，左脚抬起，蹦一下，左脚抬起，蹦一下 ，OK。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右手拉麦的一个动作啊。我们注意，这拉出去的这一下。啊，要将我们的手肘抬起，然后尽量让麦克风远离自己的嘴啊，然后拉回来啊，注意拉回来这一下，这个麦克风就不是放在嘴前面了啊，是放在鼻子上面。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啊，没错，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作为专业歌手啊，对于声场的一种把控能力啊。不管这个麦是远还是近，不管它在任何的方位，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气息、音准啊，以及音量的大小。然后还有一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表演大摆锤之前，一定要记得提前在家把歌录好啊，然后到时候我们直接去播放就行了啊。毕竟我们对吧，做这么大的动作，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啊，把麦给开着啊，一定要开着麦啊。至于说开多少啊，那就不重要了，因为只要你开着麦，那就没人能说你是假唱了。OK， 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从头到尾的演示一遍。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
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秋天，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好的，那么本期的分解教学就到此结束了啊！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不要忘了一键3连加关注，我是汤姆，我们下期再见。